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由 NE555 组成的放大器的电路。这个电路呢，也可以利用它来给音频放大，把助记体换成音源信号，就能够使后边的扬声器放出我们所需的音乐之类的音频信号。这个电路连接呢，属于一个 D 类功放。我们都知道 D 类功放呢，它的功耗比较小，功率比较大。它的供电是10到15伏，前边是一个助记体，在这里呢，它属于一个声音放大器，也就是说我们喊话用的放大器。那么助记体呢，它工作的时候需要一个电流，上边是通过电源，然后通过一个 47K 的电阻给这个助记体供电。这时流经助记体有小的电流，内部呢是一个长管和薄膜电容。当我们向其喊话的时候，那么由于电荷发生变化，内部的长管的内阻就会发生变化，从而呢在上端产生交变的电压，通过电容吸耦合以后加到我们这个8050的基极。由于我们这个三极管的基极上边的 R2 线流，下边的 R3 分压以后，在这个位置得到 0.6 到 0.7 的放大状态的电压值，也就是说基极比发射极高 0.6 到 0.7。 另外呢，这个 C2 呢就有补偿的作用，那么这边还有一个 R4 是分压的。那么音频信号加到这儿以后，经三极管放大，加到了 NE555 的五角。五角呢，在普通的振荡电路中呢，它是接 0.1 微法的小电容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它改变这个五角的电压高低，就改变了六角受触发的时长。在五角没有信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二角和六角接在一起，七角是空角，三角是输出，但是呢反馈回来通过25接到26角。八角接供电，四角是复位角，接到供电上呢同样是四角没有使用。这样呢，它就组成了一个振荡电路，它的振荡频率呢在70千赫左右。当上电瞬间，由于二角下边的 C3 需要充电，那么这个位置的电压很显然是低于1/3电源电压值的。二角受触发，三角输出高电位。那么这个高电位除了向后极电容耦合到扬声器以外，另外呢还通过 R5 反馈回来给这个电容 C3 充电。当 C3 上的电压高于2/3电源电压值时，六角又受触发，那么三角输出低电位。由于三角输出低电位，那么反馈回来以后给 C3 放电，那么 C3 的这个位置的电压再低于1/3电源电压值时，二角又受触发，三角输出高电位，如此往复循环，在三角输出一个70千赫左右的信号。由于这个信号正负周期变化是相同的，经电容耦合这个电容滤波以后，那么很显然这个位置的电压值，也就是说电平是一致的，那么很显然扬声器是不会发声的。当我们前面有音频信号输入的时候，我们经 Q1 放大加到五角，由于五角能够改变六角受触发的时长，我们五角的电位就是六角受触发的电压值。正常我们刚才说过，这个位置的电压高于2/3电源电压值时，六角就受触发。但是呢，实际上是高于五角这个电压值的时候。当五角电压低的时候，六角受触发时间就早；当五角电压高时，六角受触发的时长就长。这样呢，三角输出的电位就是跟五角是同步的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是 PWM 信号，但是呢，它的占空比呢就随五角的电压变化而变化，从而经电容耦合以后，经C5滤波以后，在后极输出一个低频信号，与五角同步，也就是与我们前边输入的信号同步的一个低频信号，然后加到扬声器，推动扬声器发声。NE555 是一个万能芯片，它可以用来制作电子琴等很多小电器，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动手制作吧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